女主角在银行坚守岗位已满10载，期间她默默承受，不曾有怨言，收入虽然不多，却承担着繁重的任务，终于存下了40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2万多元。由此可见，她在银行的地位相当低下，再加上家庭背景的因素，在职场上经常受到欺凌，同事聚餐时常常背后对她指指点点，但她却要在烈日下分发传单。尽管如此，她并未放弃，女主一直在寻求翻盘的机会，她时刻注意那些富有的客户，并在银行内部创立了空壳账户。比方说你每月收入颇丰，随之而来的是高额的税收，因此这些富人便想尽办法与银行高层勾结，开设一个空壳账户，将资金转移到这类账户，由此避税。这一切被女主发现，她用一本名为《黑色皮革手册》的笔记本记录下了这些，然后悄悄地将这些账户中的资金转移到了自己的账户里。即便被上级发现，也没有办法追究她，因为这本身就是违法之事。就这样，女主成功转走了1亿2000万日元，相当于630万人民币。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平时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他们认为女性应该是家庭主妇，或者依赖男人过日子，享受生活。他们从未考虑过女性也能有自己的事业。但在2004年，这笔钱无疑是一大笔财富。女主角挪用这笔钱时，内心有2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一方面，她回忆起不幸的过往，回想起自己的母亲曾是一名妓女，因此自己无法回家，只能在门外等待。回想那些痛苦的往事，心中充满了愤恨，所以踢出了那一脚。想到母亲曾靠取悦男人来赚钱，在男人眼里不过是玩物，她不愿自己的命运也受男人控制。女主发誓绝不会重蹈她母亲的覆辙，她要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不依赖任何人，这是她内心深处的信念，贯穿整个剧情。女主的母亲只出现过2次，一次是女主回忆中的场景，正在房间里陪客，另一次则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女主对着昏迷中的母亲说：“看看你现在都变成这样了，你已经不能靠诱惑男人了吧？”这话透露出了女主对母亲的轻视，她决心走一条与母亲截然不同的道路，并且要走到最高点，这是她的追求。她追求的不仅仅是金钱和享受。第二个解释非常明显，钱不过是个混蛋，她并不是真的爱钱，钱只是她实现梦想的手段而已。女主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则在银座做陪酒。女主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她选择做陪酒，我认为是为了最终能开自己的店，成为老板娘，积累宝贵的经验，等到从富翁那里筹到资金后，她就可以迈向下一步。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偏要开酒吧？为什么要选这行？我觉得这一方面反映了女主虽然也在服务行业工作，但她不卖身，她是店里的老板。她借助银座认识了一些有污点的富人，然后从他们那里搞到资金。另一方面，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女性的悲哀，女性可从事的职业实在有限，女性在这个社会的选择实在太少。这部剧展示的大多数男性角色都不怎么样，男主角勉强可以，其他大多数既猥琐又丑陋，像极了淫魔的形象。所以男性观众看的时候不要过于认同。下一位出场的是个猥琐的老男人，他是整容医院的院长，赚钱能力很强，当时就开始做医美项目，而且赚了很多钱。我之所以说他猥琐，是因为他对女性毫无尊重，即便是他交往20年的情人也同样不尊重。简而言之，他对女性就是不轨行为，只要有机会就会动手动脚，就连小护士也不放过。说实话，我本想说的更难听，但为了通过审核，我还是委婉点称他为猥琐老男人。故事后面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他这种对女性骚扰的行为，大家继续看下去吧，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有没有冤枉他。他在烛台酒吧遇到了女主，嘴上说着听起来很正经的话，手却不老实，心里则在想，这女孩长得真好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你。女主心里则在想些什么呢？欺凌牵制，这个老色鬼，你在银行设了几个假账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别急，总有一天我会好好的敲你一笔。女主现在正得意着，她在做头发的地方遇到了一个算命的女孩，女孩给她算了一卦，女主最近的好运就像暴风雨一样突如其来，这运气简直太好了，挡都挡不住。女主之前在银行发现了一些假账户转账的事情，副行长非常追求她，他们在街上疯狂追逐的场景。横穿马路时，女主险些被车撞，她和车里的司机对视了一会儿，司机正是男主角安岛，他在剧中扮演一个课长，他是一位议员，正在准备参加竞选，但实际上他只是个傀儡，有个幕后老板在操控他。他们在烛台酒吧相遇了，眼神交流，似乎一见钟情，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难以描述，大家应该都理解。04年时，这位课长还很稚嫩，尽管那时他快40岁了，在我看来，他在
卖房子里的形象更有魅力，更引人注目。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不过04年时他确实挺帅气，他和女主角很般配。此刻女主向安岛透露，她打算开一家店，店名叫 Carnet， 这是法语，意为记事本。记事本，你想想，用来记录那些肮脏的、有污点的人，以及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他希望安岛能到他的新店支持。烛台酒吧的老板娘听到了这些，在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店员想自立门户开店是可以的，这是件很正常的事，老板娘不会阻止。但是你绝不可以在原店附近开，那样会形成竞争，这是不被允许的，这是行业的潜规则。老板娘同样是女性，但她心里也有狭隘的一面。她认为你突然有资本开店，这笔钱肯定是某个客人提供的，总结起来就是出卖身体了。我猜这位老板娘还有很多银座的老板娘们都是依赖男客人的资助开店的，但女主不同，她和你们不一样，她不依靠男性，自己也能弄到钱，这超出了老板娘的想象。两人没法沟通，老板娘就走了，女主也打算离开。正巧遇见了一个叫波子的年轻女孩，这女孩擅长骗男人，她以为女主会做同行，肯定手到擒来，结果女主轻而易举就把她招揽了。但女主忽视了一点，人品是最重要的，而不仅是能力，再有能力，如果人品不好，将来可能变成敌人，她的能力就会变成刺向你的利刃。女主的店开张了，色迷迷的老男人也来捧场，还带来了个新面孔乔田。相比之下，乔田比那个老色鬼强点，至少看起来正常些。但乔田也不简单，他管理一所医院和一个预备学校，你就把他当校长理解。这所学校，我的理解是，医生来这里进修，准备考试，考过了，他们可能会晋升为什么样的医生，或者得到一些职称，大致是这个意思。这男人也有很多虚假账户，乔田、长雄，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圈子，相互帮助，通风报信，相互支持，风顺水顺的搞着非法勾当。波子在陪酒这行确实如鱼得水，跟那个老男人关系进展得很快。老男人手放在波子腿上肆无忌惮。安岛背后的大老板终于出现，长谷川会长是本剧的最终大 boss。 这位大人物讲究到抽烟都得先过手，先嘬着了然后才能抽。说真的，这不觉得脏吗？旁边那位就叫他点烟哥吧，除了给人点烟似乎没其他用，把老男人伺候得很舒服。老男人直接给波子买了房，让他住进去，还买了很多衣服和首饰，花了一大笔钱。其实波子如果保持现状，就继续从老男人那里获取利益就好，这是他的生存方式，本来没什么问题。但他开始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开始想要独立单干，本无可厚非，但这个行业必须遵守规则。他准备开的店居然想在女主店上面，这不是找事儿吗？这等于是挑战女主，于是乎直接撕破脸了。老男人成了波子的金主，成了他的后盾。我觉得老男人也是糊涂，开店选址哪儿不行，偏偏要挨着女主。当然不傻，他需要找帮手。这一关他去找乔田，寻求乔田的支持。乔田表面上说的很好听，声称自己认识社会上的大人物，到时候我会帮你的，但是天下没免费的午饭，你得陪我睡觉。打算拉着女主一起去旅游，其实就是想干那事，说自己都快生锈了，正摸着女主手，感觉正好。秘书敲门说有事情，他不耐烦地说让秘书说他不在，心里想着正和女主亲热呢，别来打扰。结果秘书说是长谷川会长打来的电话，乔田马上软了，赶紧结束了和女主的暧昧。这段情节挺有趣的，侧面体现了2点：第一，长谷川很厉害，大家都很怕他；第二，乔田也是长谷川圈子里的一份子。波子的店现在装修中，还从女主的店里挖了几个人，女主的店现在很危险。这时女主很冷静，她知道要过这关，必须把矛头指向波子背后的那个男人，就是那个猥琐老男人，把他搞定。波子很快就从乔田那儿知道了老男人有个20年的老情人，在他医院里是护士长。这个老情人和波子是小3和小4的关系，相互竞争，自然成了女主的盟友。于是女主约护士长见面，告诉他老情人给波子花了2亿日元，不到2个月就这么多，这样下去他的钱都会被花光。护士长一听非常愤怒，决定见女主。女主见了护士长，把老男人给波子花钱的事都说了，不到2个月就花了2亿，再这样下去他的钱财都会花光的，你要找办法阻止他。一听这话，护士长浑身一颤，好家伙，跟他20年了，也没见他这么大手大脚过，对他还特别小气。不过我看这护士长也真是傻，把自己最好的20年都献给了这老男人，现在老男人却把钱花在小4身上。他自己也说过这家医院能够赚大钱，老男人之所以能在银座这么奢侈消费，他功不可没。结果呢，
老男人并没有好好报答他，反而把钱花在外头的女人身上。想想看，他心里一定乱成一团，有些手足无措。女主把自己的电话和地址，还有波子的住处都告诉了他，让他回去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就去找他，需要帮忙的都可以找他。女主又去弄头发了，算命的又给她算了一卦，那个男人很快就会出现。女主还说自己不想恋爱，没那时间。到了晚上，乔田对女主说，今天我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客户，一个未来的大人物，一个很会忍耐的年轻人，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安岛。或许忍耐是成功的必备条件吧。安岛一到，三人之间的气氛立刻变得很奇怪，从他们的眼神能感觉到，女主和男主似乎互相有些吸引。安岛没有其他男人那种油滑，看起来清爽帅气，眼神也不是那种轻浮的。镜头一转，护士长在家跟这个老情人商量辞职，他本来没打算弄倒这个老男人，只是打算自己退出，做了20年的情人，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结果被更小的小三气走。老男人问他是不是想加薪，说可以加薪给他，月薪涨到32万日元，但32万并不多，换成人民币也就17000。2004年的月薪17000，在东京也算不上高，可以看出这个老男人真是小气。这个女人不仅是情人，还是生意上的合伙人，理应分到一些股份，应该是有分红的，但他对自己的老情人就是1分钱都不愿意多花，反倒是给波子花了2亿。就算打折，毕竟买的房子还是登记在老男人名下，就算实际花了1亿，那也有500多万元人民币。这个护士长的角色反映了很多女性的困境，当然他也是第三者，不值得同情。安岛这个角色能成就大业，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被其他男人抱在怀里，还躺在他腿上，安岛面不改色。女主的眼神传达了什么意思呢？大家怎么看？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我对腿上这个人很反感，但现在又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我认为是这个意思。女主回家后疯狂洗澡，安岛则送乔田回家，两人有了一番深入的对话。男主和女主的出身有些相似，安岛的母亲是江口这位大人物的情妇，所以这么一来，安岛其实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也是依赖男人的情人，他连父亲都没见过，从小就是无父之子。女主也是同样的情况，她也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她的母亲是个交际花，也是依男人生活。他们两个的家庭背景很相似，这也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他们都有想要上进的心，而且都特别能忍耐，都追求自由。乔田到最后还是展现了他的占有欲，这男的占有欲很强，自信心不足，他内心可能真的害怕安岛，感觉安岛将来会超过他，觉得女人们可能会更喜欢安岛。你猜的没错，女主真的喜欢安岛。我怎么这么确定女主喜欢安岛呢？继续看下去就知道，很多小细节都显示了这一点。就像刚才在车里，女主通过后视镜和安岛的眼神交流，我觉得如果女主不喜欢安岛，她不会有那样的眼神。护士长和女主谈过之后，为了验证女主的话，开始跟踪波子，先是去她住的地方看了看，然后又注意波子的打扮。我看这大衣挺贵的。这时护士长摸着大衣，心里肯定复杂极了，跟那男人20年也没得到过这样的大衣，所以来找女主倾诉，心里动摇了吧，告诉女主自己辞职了。经过一番试探后，女主也提出了条件，想帮护士长开家咖啡馆，让护士长有自己的地盘，以后的生活就有着落了。女主打算帮他从那老男人那儿要1000万，这也算是给他20年的一种补偿，或者可以看作是退休金。实际上1000万日元并不算很多，换成人民币大约是52万。04年在东京52万人民币算多吗？我觉得并不算多，但按他的想法，开家咖啡馆连生活费在内也足够了，但要实现这些需要护士长的配合，他必须帮助女主把医院的秘密账本偷出来。在这一点上，女主确实利用了护士长，但同时她也想帮护士长改变思维，改变生活，让他不再依赖男人生存。我相信这是出自真心的，护士长真的帮他做到了。女主一旦拿到了这张王牌，就开始对那个猥琐的老男人下手。她先约他去中餐厅喝茶，然后引诱他开房间，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聊聊，享受一下私密时光。这时候就不能怪那男人了，我猜这时候任何男人都会产生某种想法。一进酒店房间，那老男人就开始动手动脚，急不可耐。女主却不慌不忙，她说别急啊，慢慢来嘛，先泡个澡消磨一下时间。最终那老男人准备不顾一切，女主拼命反抗，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女主这时开始睡觉，说正事，提到了波子开的店，说这直接威胁到了我，这样不行，店不能开，而且你还得赔偿我。女主伸出手指，5个手指直接索要5000万。老男人笑了，问他你值这个价吗？还5000万？别开玩笑了。他的话中带着轻蔑，就对了，那种肉体交易的生意
在他眼里，女人都是标了价的，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但女主接下来的一番话，让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一出这手，老男人第一个念头就是：哎，你怎么敢勒索我，吓唬我？女主说了什么？我们开房了不是吗？房间还是你开的，浴水也泡好了，对吧？床单都乱了。这种情况下，你说是因为被勒索才掏出5000万，谁会相信呢？没办法了，这下老男人只能咽下这口气了，只得答应女主的条件，1周内付款。女主给波子致命一击，这男人不会再给波子投钱开店了，因为他可不想再亏掉5000万。女主算是暂时解了围，还顺便赚了一笔。可他现在树敌太多，得罪的人也不少，真是挺危险的。正常情况下，在社会上得罪那么多人，还都是些地位不低的人，风险是很大的。他之前在的那家银行，因为他借走了1亿2000万，事情开始被追查，长谷川会长也受到了威胁。这些人，他们到处都有秘密账户，该怎么办呢？没错，不能让这事曝光，只好找个替罪羊。行长，您就牺牲一下吧，您一个人下台，我们其他人才能安稳。结果行长就被降级当柜员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做柜员，这不跟被解雇有什么两样？副行长也因此受到了连累，离开了银行之后，他的戏码还没完，以后再说他的事。这位行长人生基本上算是毁了，他现在把怒火都指向女主，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这样就不太公平了。是谁跟那帮人搞在一起的？是谁帮他们搞虚拟账户的？现在成了牺牲品，我看这是咎由自取。毕竟混社会，既然登上了大佬的船，就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出事的时候肯定是小角色先受罪，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只能找女主算旧账了。幸好男主安岛及时到场，救了女主一命。行长临别前还劝安岛离女主远点，称她是个魔鬼似的女人。但行长也意识到，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安岛已经深陷其中。安岛追问女主真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许我报警？这店的钱到底哪里来的？安岛的脑海中充满了问号，不知道想了多少遍，这就看出来了。安岛跟其他男人不同，那些人根本不在乎真相，只想占女主便宜，不关心其他事。但男主对女主是真心的，所以才想全面了解她。女主当然只能尽力全面解释，女主肯定不会说出真相，只能编个谎话来糊弄安岛。安岛当然不会轻易相信。第二天，女主去找那老男人要钱，发现箱子里只有3000万，她打算赖掉最后2000万不给，女主自然不会同意。最后没辙，只得把剩下的2000万也给了出来。女主得到了钱，履行了她的承诺，给护士长打了电话，把承诺的1000万汇给了他。对护士长的慷慨，女主做得很好。他们俩本是陌生相遇，完全不认识对方，承诺的1000万也如数给了，连咖啡厅这个店铺也帮忙找好了。如果护士长将来有什么需要，我相信女主也会伸出援手，这就足够了。这比那个猥琐老男人强多了。安岛对女主的谎言肯定不会信，所以他开始自己调查。这是安岛抽空做的事。大老板长谷川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去解决竞选中的一个问题，给了他5000万去处理那个人。安岛屈尊降贵，趴在地上求支持。经过一番恳求，结果是积极的，那个人同意了支持他。现在安岛只剩一个任务未完成。长谷川会长特别交代过，他要进行政治联姻，因为需要吸引女性选票。安岛对这个任务有些抵触，因为他内心已经有所动摇，但为了事业成功和实现个人野心，他不得不放弃和女主的感情，转而与一个陌生女子结婚。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目前还没迈出第一步。转回女主，这个桥田最近给女主带来了不少生意，他认为自己为女主做了很多，是时候女主回报他了，所以他提出想和女主去旅行。女主当时就答应了，确定了出发日期。但到了那天，女主并未出现，把桥田气得够呛，直接去店里找女主。可能是因为得不到而更加执着，他变得更坚持了，没有和女主决裂，而是继续给女主机会，提供了一个更诱人的条件，银座顶级酒吧。这间酒吧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如果女主能得到它，就等于实现了她的梦想，达到了人生的高峰。但问题依旧老样子，想要这间店就得牺牲自己的身体。桥田留下了酒店房卡，让女主自己思考。女主打听清楚，Raden 大约值2-3亿，她如果能筹到这笔钱，何必要依赖桥田买呢？那样岂不是和波子一样没档次？女主打算对桥田采取行动。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吗？让你尝尝我的手段。只要掌握了桥田的弱点， Raden 就不愁得不到。接下来的事情我真的难以理解，但确实震惊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护士长得到了1000万，女主也帮他找到了店面，结果他变卦了。他把钱退回给女主，还想回到那个不忠的男人身边，我简直不知所措。这是什么奇葩行为啊？女主质问他是不是离了男人不能活，但无论女主怎么说，护士长已经决定了，他要回到旧爱怀抱。女主的店里
来了一个求职者，希望能做陪酒工作。这个女士之前在梅村料理店工作过，梅村就是桥田和长谷川常去的地方。这位求职者叫成江，女主可能因为她在梅村的工作经历，所以对她感兴趣，并且决定聘用她。女主还从她那里得知了桥田打算买下梅村的消息。女主似乎已经有了计划，成江正式成为了女主店里的一员。他正式开始工作，结果发生了意外，波子前来捣乱。他猜到背后有人撤资，肯定是女主的手脚。他和女主发生了冲突。女主冷笑着对波子说：“我虽然不喜欢你，但我从没将你视为对手，因为你不够格，根本不配。”这真是伤人至深。这样女主又多了一个敌人。安岛揭露了女主的过去，发现她曾在银行工作。经过一系列事件，女主最终屈服。这算是封口费吗？我认为是的。而女主却说不清楚是否是封口费，还是真心的话呢？我认为可能是真的。女主不仅仅是为了封口，我觉得她或许也喜欢男主，对男主还是有所感觉，否则她不会轻易投降。以她的能力，她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她与心仪的男人享受欢愉，这完全没问题。两人云雨过后，平静的交谈。男主询问女主，女主来银座之前是什么情况？女主回答说自己如同死了一般，直到现在才感觉到活着。这表明女主当时对自己极其不满。来到银座后，女主决定不爱任何人，因为她不在乎那点小幸福，她要成为最强者，希望能自由的生活。女主内心充满矛盾，她明明喜欢身旁的男人，却又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她感到非常挣扎。男主当然想要继续这段关系，但女主却想停止，就此结束。他虽然口头上说以后不要再见面，但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显然心口不一。男主此时已经沉浸在爱情中，即使在工作间隙，也忍不住想给女主打电话，结果电话被桥田挂断了。恋爱初期或追求阶段都会有强烈的联系对方的冲动，经历过恋爱的人都理解。安岛现在可能就处在这种状态。桥田对女主还念念不忘，他甚至直接问女主是否已经和安岛有过关系，简直像福尔摩斯转世。这大概是男人的第六感吧。女主当然否认了。曾在梅村料理店工作的成江来到了这里，桥田认出了成江，三个人简短交谈了一会，桥田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女主现在的计划是设法获得桥田收贿的证据，然后用这个要挟桥田低价卖给他，把梅村料理店以2-3亿的价格卖掉，用这笔钱去购买日本第一的酒吧 Roden。 女主首先施展美人计，派成江去接近桥田，当然这是有偿的服务。一旦成江赢得了桥田的信任，他就能发挥间谍的关键作用。波子所住的房子被一家公司买下，他们打算将波子赶出去，领头的正是女主之前在银行工作时的副行长，现在他为长谷川会长工作。当他听到波子抱怨女主，意识到波子和他有共同的敌人，他自己对女主也是恨之入骨，于是他怂恿波子去见长谷川会长。他的小心思是希望长谷川会长能帮他对付女主。波子去了之后，哭哭啼啼地把事情说了一遍，猥琐老男人也来了，也把情况说了一遍，加上这位副行长在旁边怂恿，长谷川会长真的决定去见女主了。两人终于面对面了，精彩的对决就此开始。结果他们俩谈得正起劲，安岛突然出现了。长谷川一见他就问：“你不是才回来吗？怎么直接来这儿了？”心照不宣，安岛肯定和女主有关，于是故意当着他们面提出，安岛要和新义玉新会创始人的孙女结婚。这个组织有大约15000人，这都是为了竞选布局。安岛原本想送长谷川离开，自己留下来陪女主，但老狐狸不给他这个机会，直接带他上了车，车上给安岛施压，让他不要再和女主纠缠，就此结束这段关系。桥田那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发出了最后通牒，递给女主房间钥匙，说如果等下上去没人，那你自己看着办吧。以后这不过是变相的威胁。女主回答说：“放心，房间里肯定会有人的。”桥田一看，发现房间里的人是成江，一开始既失望又愤怒，但后来想开了，既来之则安之，今晚也就将就了吧。成江看起来也不错。女主内心忐忑不安，她担心桥田发现是成江会生气的和她大吵一场，这会影响她后续的计划。没想到这时烛台的妈妈桑突然出现了。这位老手听说了一些流言，关于女主向猥琐老男人借钱的事，他过来向女主求证。如果这是真的，女主在银座的信誉将不复存在，以后将无法在这里混。当然女主坚决否认。两人的对话仍然不投机，观念上完全不同步。老板娘眼中，银座的客人都是些不同凡响的人，女主眼里，这些客人不过是一帮需要疗养的病号。两人聊天总卡壳，但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隔阂，关系还算和谐。成江带来了好消息，余则成功渗透了敌人内部。成江汇报了任务进展，
发现套话套不出信息。乔田精明睿智，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但乔田有本黑皮手册，记录着许多秘密。女主立刻理解了，鱼则是要求微型相机的意思。女主在理发时得到消息 ，Rodden 变更了所有权，被一家房产公司收购。这公司的老板正是长谷川会长，真是巧合。女主对 Rodden 志在必得，直接找到长谷川会长。安岛也在那里。女主表示想购买，长谷川说已经有人出价，是2亿5千万。女主出价2亿6千万。长谷川好奇地问，为何如此执着于 Rodden？ 女主说在这行不成为日本第一就没有意义了。长谷川反问，作为女性如此可惜。这话既赞许又带有性别歧视。女主承诺3周内筹钱，用现有店面抵押。长谷川爽快地接受了。安岛本想劝说女主，这太冒险了，但女主已下定决心，且在长谷川面前，安岛只好收回要说的话。女主的计划进展顺利，成江成功取得了情报，间谍任务完成得很好。接下来轮到女主出场了。女主得到了重要线索，直接找到乔田，没想到却被乔田和成江玩弄于股掌之间。成江竟然是个双面间谍，这次女主疏忽了，成江被乔田收买。这个女人没什么深交，刚认识没多久，你对她了解有多少，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确实有些不妥。不过女主目前运势正旺，幸运似乎站在了女主这边。女主偶然在街上看到了乔田和成江，他们从一家商场走出，两人看起来非常亲密。成江手里拿着刚购买的物品，女主心生一动，立刻有了预感，成江可能背叛了。果不其然，与成江的一番对话后，发现乔田用开店资金诱使成江背叛，开店正是成江的梦想。成江被诱惑所动，女主严厉地训斥了成江，提醒成江追梦没错，但如果是依靠男人的钱，那就完全改变了性质。你应该用自己的钱来实现你的梦想，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梦。你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成江也不笨，立刻领悟了女主的话，意识到这是真心劝告，也是为了她好。成江决定再次辩解，返回到女主这边，帮助女主获取了乔田的不利信息。女主揭露了乔田的接受家长贿赂的证据，乔田激动到翻白眼，但仍旧不肯屈服，因为没有转账记录。女主还有备用计划，直接曝光了她在银行的假账户。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乔田不得不同意交出梅村料理店，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女主。女主成功接手了梅村料理店，这就等于间接掌握了 Rodden。 她立即在店内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因为女主的人品，店里的员工们都愿意跟着她一起去 Rodden。 女主找到了长谷川会长，在约定好的日子，先支付了长谷川5千万日元做首款，剩下的2亿1千万需要一些时间。他打算将梅村料理店转手后补齐余款。长谷川担心没有担保，提出违约金为余款的20%，4200万显然不足，必须加倍，于是变成了8400万。女主犹豫了片刻，但内心认为，既然梅村料理店已经落入手中，自己不会违约的，所以违约金多少她并不在乎。最终还是同意了长谷川的条件。大家记住，当对方提出加倍违约金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事情往往不会按计划进行，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无法挽回。此外，在安主离开时，长谷川告诉他，安岛已经去相亲，很快就要结婚了，让他和安岛彻底断绝关系。这不是通知，而是命令。女主并没有多说什么。安岛的相亲过程十分直接，就这样对一个陌生女人说，我会娶你，但最好能在选举前举行婚礼，然后告辞，就这样粗鲁地离开。安岛内心其实五味杂陈，但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只能牺牲自己的真情。相亲结束后，立即去找女主。女主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你怎么就听不出她的心意呢？怎么能突然就转而谈论自己的政治生涯呢？拿女主说事，她将来或许会成为对手，对自己构成了威胁，真让人失望透顶啊！这男人时刻都在考虑个人前途，既然这样，为何还要纠缠女主？断得干干净净不是更好？这样对你来说最安全。可你就是舍不得，这么做到底有何意义？还把钱往天上扔，玩弄金钱。如果我是女主，我会让他滚，永远别再见面。女主最后那句话，她已经开始往前冲了，无法回头。这话实际上有双重含义。首先，这适用于你和我，我们都无法回头。实际上，他们俩都想回头，两个人都在挣扎，否则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不能回头了。护士长又回到了整形医院，结果看到税务局的人来彻底调查那个猥琐男。我对这段也是一头雾水。理论上，女主不可能是内鬼，她没那个必要。已经从那男人那里拿到了5千万，波子的店也关了，没必要赶尽杀绝。按逻辑，女主不应该是告密者，但如果不是她，还能是谁呢？除了她也没有别人。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没弄明白。如果你有见解，
欢迎留言告诉我，谢谢。护士长看到老情人这般凄惨，还得知了女主从老情人那儿要了不是1000万，而是5000万，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老情人被冤枉了。他像发疯一样去找女主理论，争执了半天，女主始终不承认告密。他还解释当初是真的想帮忙，可护士长已经听不进去了。女主，恭喜你又多了一个敌人。这护士长真是难以理解，对被奴役竟然上瘾。女主现在敌人遍地，自己却孤立无援。那猥琐老头和乔田喝酒，聊着聊着就发现都成了女主造成的复仇者联盟。女主又来做头发了，算命的小姐姐继续扮演 NPC 角色，给剧情增加预示。女主的运气上升到顶峰，接着就是逆转。人总不能一直好运，倒霉的时候总会来。当运气不好时，女银行行长跳楼自杀了，或许与这事有关，毕竟是人命关天，女主或多或少有责任，所以她的运气也受到影响，开始出现逆转，局势不妙。现在许多人恨不得撕了女主。他们有个共同的头目，长谷川会长。烛台酒吧是个老地方，妈妈桑经验老道，她的敏感度非同小可，她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所以她来找长谷川会长为女主求情。她和长谷川年轻时有过故事，可能借她的力量当上了妈妈桑。她虽然跟女主不怎么合得来，经常意见不一，但关系还算不错。女主也对妈妈桑颇为尊敬，开店也是规规矩矩。妈妈桑和长谷川的对话显示了他们根本没把女主看在眼里，他们把对付女主当作游戏。长谷川玩得不亦乐乎。总归一句，他希望长谷川能手下留情。这里的放过大概是指留个活路。他了解长谷川的手腕，以前肯定干过不少狠事。长谷川会给旧情人面子吗？看下去就明白了。长谷川虽老精神犹在，还想和妈妈桑切磋切磋，和往日情人只能做朋友，所以长谷川就住了手。两人颇有风度地结束了会面。女主开了日本排名第1的酒吧，现在所有权虽未全归女主，但经营权已经掌握。其实这时候最容易让人掉以轻心，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意味。女主决定去京都一趟，选购一些和服，顺便看望因脑梗昏迷的母亲。女主对母亲的情感复杂，怨恨似乎胜过了亲情。医院多次打电话给女主，提醒她母亲状况危急，昏迷不醒，催促她快去看看，但女主一直没去，这让女主显得有些冷酷，对亲情似乎漠不关心。即使母亲如此，她也未曾探望。这次女主犹豫不决，去与不去之间摇摆，正犹豫间巧遇安岛和未婚妻，心情复杂难以言表。两人装作互不认识，擦肩而过。女主终于还是去了医院看望昏迷的母亲，母亲已无法听见她的话。女主倾诉了许多心里话，发誓不会重蹈母亲覆辙，不做任何人的依附，无论身体还是灵魂，女主属于自己。此时护士走了进来，女主迅速离开了医院。她不想和母亲有任何瓜葛，不想牵扯上一丝伴侣。两个互相爱慕却不能同路的人，这感觉多痛苦。为什么不能相守呢？因为两人相似的成长背景造就了他们相似的性格和思想，印刻在了性格和思想上。他们都坚定地走在自己早已规划好的道路上，无法被任何事物动摇。即使是遇见了爱情，女主这样坚定不移的人最终也流泪了。她以前不是说讨厌那些爱哭的人吗？但现在这割肉之痛，能有谁能忍住不落泪？男主为何如此努力向上攀爬，渴望权力，即使成为傀儡也在所不惜。对，即便牺牲爱情也要选择政治联姻，因为他缺乏父爱。作为私生子，他内心极度自卑和缺乏安全感，只有获得权力才能证明自己，找回自信与安全感。女主为何始终回避感情，不愿爱人，不依赖男性，也是因为母亲的不幸经历加上缺失的父爱。她对男人不信任，甚至排斥男性，受伤时心里就像缺了一块，像被冷风吹透。这都是不幸的童年。这些经历给两人带来的体会，感性告诉我们他们相爱。女主回到东京，在店里陪长谷川闲聊，大家看长谷川的表情，这是他出场以来罕见的愤怒表情，今日物产的逐渐过来感谢长谷川的援助，但看长谷川明显很反感他。为什么呢？因为女主在场，长谷川不想让女主知道他俩之间的那些事情。女主向长谷川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成为拥有权势如您一般的人？长谷川告诉他，别轻易相信任何人，同时又不要让人察觉到这一点。女主很聪慧，她察觉到今日物产的逐渐和长谷川之间似乎有些秘密，她便开始暗中调查。最终她真的发现了端倪，逐渐这位今日物产的社长被长谷川抓住了把柄。长谷川从他那敲诈了一大笔钱，这笔钱被冠以捐款的名义，实际上是支付给长谷川的，作为封口费。女主心想，长谷川你牛什么？你不也是干同样的勾当吗？长谷川早就对女主有所行动，
准确来说，已经设好了圈套，女主不自觉地落入其中。这个狡猾的老家伙，甚至知道男女主在神社的秘密会面，他是如何得知的呢？他又没有秘密警察，这是个悬念。女主落入的圈套是由桥田协助完成的，他不是要将梅村料理店转让给女主吗？实际上他动了很多手脚，甚至女主的律师也是长谷川的人，他们让女主以为交易已经完成，梅村料理店已经是他的了，而长谷川则派人暗中潜入女主家中，偷走了女主收集的所有人的把柄，既要对付女主，当然也要防备她的反击。现在女主真的陷入了困境，梅村料理店并未真正转到她手上。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女主是受害方，如果诉至法庭，桥田很可能需要向女主支付损害赔偿，但现在一方面时间紧迫，只剩2天时间就得向长谷川支付违约金，自己手中的王牌也丢失了，打官司的胜负也很不确定，是吧？胜算并不明朗。别忘了你的对手是长谷川，这次看来真的没戏了。那个复仇者联盟，他们一定乐坏了。护士长像个傻子一样还傻笑，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都吃惊了，他活了大半生，早就迷失了自我，他应该嘲笑的是自己。现在女主只能求助于一位大律师，女主还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夺回梅村料理店。结果你看这家伙那猥琐的眼神，看看他的手，真是太过分了，真是趁火打劫。我之前说过，这剧里的男性角色除了男主还不错，其他的都是些小人物，真是名副其实。女主店里来了一帮地痞流氓，那肯定是长谷川派来的，专门来捣乱的。那个律师来了，帮女主解了围，但也带来了坏消息，他不敢插手这事了，因为发现对手是长谷川，他怕了。他说他还想保命，就这样溜了。你这个无责任的，办事不力就撤了。女主到处找长谷川，却找不到人，还有1天就到期，违约金高达8400万，女主所有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之前的5000万预付款也泡汤了，还有那家 Rodden 酒吧，女主接管后的现金流都没了，都被长谷川偷去了，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桥田真是绝了，直接建议女主用自己的身体换钱，暗示着出卖肉体，这样钱就有了，真是直白到了极点。这些男人全被欲望左右，话里话外都离不开那点事。女主此刻真是走投无路，她最终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主动联系了安岛，求他救救自己。安岛却传来长谷川的话，只要女主答应和长谷川过夜，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危机将一扫而光。长谷川的意思很明确，从此女主就是他的人，他会帮女主摆平一切，有事他会保护她。若女主将来想嫁人，选择别的男人，他也会放她自由，但绝对不能是安岛。先不论长谷川的话信不信得过，安岛既然爱着女主，怎能忍受她去陪别的男人过夜？这是男人所能忍受的吗？女主斥责他是个唯命是从的傀儡，是长谷川的走狗，这样的斥责还算轻的，给他的打击是应得的，没一点问题。这样的打击对他的内心也无伤大雅。女主对安岛彻底失望了，女主对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最后一点点幻想也破灭了。安岛说的话简直不是人说的，什么为了上位就得付出代价，真是太过分了。如果你是女主的朋友或者闺蜜，这么说还能理解，对吧？你们什么关系啊？这么说居然让女主去陪老男人。这次两人之间彻底划清了界限，女主开始因贫困搬家卖物，这让我想到衣衫褴褛，秃顶无发，挣的这点小钱也只是杯水车薪，没什么实际帮助。女主不得不放下面子，求助于烛台妈妈桑，希望能借点钱急救。烛台妈妈桑似乎被洗脑了，她坚持认为作为女性无法保持清白，必须玷污自己才能成功，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男性。两人还是一样，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谈话总是半途而废，所以钱也借不到。那位算命的姑娘，这是她最后一次露面，也是最后为女主算命。她这次使用了卡牌，我不太了解这些牌，不确定是塔罗牌还是别的。算出女主身边有2个男人围绕在她身边，一个值得信赖，另一个会欺骗她，显然指的是安岛和长谷川。你会选择信任谁呢？剧情至此越来越扑朔迷离，男主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时限已到，钱款未凑齐，女主将何去何从？她被带到了长谷川的家，有一个细微的片段，女主在等待长谷川期间，一位像仆人的女性为她倒茶，并告诉女主她很美丽，但这种美貌是暂时的。女性询问女主猜她多大，那位女性头发皆白，实际上她只有40岁。这个片段意味深长，我理解为这位女性在提醒女主不要信任长谷川，不要沦为他的玩物，否则生不如死。我认为这段戏坚定了女主不妥协的决心。人都有犹豫的时候，在这种困境下，一个女人应该怎么办？就因为陪老男人一晚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如果不从，可能就会一无所有，甚至生命都有危险。这样的选择摆在任何人面前，都可能会选择妥协。您觉得我这么说对吗？最后女主还是没答应长谷川，可以说是在赖账，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情有可原，毕竟他是被算计了，他就这样成了老赖。但是 Roden 的命运显然是保不住了。女主把卖东西得来的钱当做了遣散费发给员工，说明实在是没办法维持下去了。我觉得女主真的做得不错，情况已经这么糟糕，她还记得照顾员工。商店即将易主，让女主意想不到的是，来接管店铺的竟是波子。这个复仇者联盟真是不择手段的想要报复女主。长谷川那边继续做着肮脏的勾当，安岛也卷入其中。或许安岛还放不下女主，于是向长谷川求情，结果被长谷川狠狠打压。被问是不是不想做傀儡了，说你要是不想做，我可以找别人，没有我的钱和帮助，你能有今天吗？安岛听后只能卑躬屈膝的求原谅。女主还欠着长谷川的钱，每天都有人堵在门口要债，女主出门必须伪装自己，几乎是走投无路。没想到安岛突然出现救了女主，还带着她去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女主对安岛仍然存疑，心里时刻在打算着，这是不是个圈套，都在演戏给我看。女主迫问安岛，你得证明你的立场，表明你真的背叛了长谷川，真心想要帮助我。安岛自有他的周全打算，他向来深思熟虑，从长谷川那里偷来的一份涉及资金的收据揭露了民主自由党长谷川与高层的不法交易，这是一笔见不得光的钱，如果曝光的话，那些牵涉其中的大人物必然陷入困境，长谷川也难逃其责。他甚至计划逃往海外，从竞选资金中挪用了一笔，足够他们俩逃离国外。安岛这次似乎是认真的，但女主依旧半信半疑。没办法，一旦失去了信任，再想恢复总是需要时间。他们夜里一边喝酒一边分享各自的不幸童年。第二天决定搭飞机离开，结果男主去拿飞机时刻表时被幕后黑手和副行长捉住。他们告诉男主快回东京，回去继续参选，长谷川会原谅你，年轻无知，不和你计较，给你机会赎罪。之前有个线索，长谷川怎么总能找到男主，是因为安岛的车装了跟踪器。这位老狐狸果然计划周详。然后他们来捉女主，因为女主掌握着猛料，女主拼命逃跑，最终跑到长途车站时突感腹痛难忍，疼得失去意识，被围观的人送往医院。原来女主已怀孕，可能是安岛的孩子。可悲的是最终流产了。我感觉这个流产也是他们爱情的终结，爱情已经无法挽回。女主现在搞不清楚安岛是什么情况，是背叛了他，还是自己遇到了麻烦，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了，就赌这一次吧。手里这份材料的是真的，他去找长谷川了，把那些黑料摊开了说。老狐狸面不改色心不跳。女主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第一条，把5000万预付款退给我，那是属于我的，咱们之间的违约金算作抵消。第二条，从此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第二天，女主真的收到了5000万，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安岛没有欺骗她，确实是被局势所迫。但安岛现在又回到了他的政治征途上，竞选也成功了，政治联姻也完成了。女主出现在他的庆功宴上，可能是为了跟过去的爱情告别。安岛见到女主语塞，顾不上妻子，急忙追出。最可怜的可能是他的妻子，追出来跟女主的这次对话非常重要，我们稍后再详谈。女主之前拖欠账款，那 Roden 自然又回到长谷川手中。他让波子去当妈妈桑，但长谷川和桥田早看出来了，波子能力不够，顶多适合陪酒，真要当妈妈桑经验还远远不够，这样下去肯定是要亏本的。长谷川这老狐狸没空玩这些小生意，所以最后以2亿的价格卖给了桥田。长谷村是依靠把握黑料，以1亿出头的价格拿下了 Roden， 现在以2亿卖给桥田，桥田也不好拒绝，毕竟是老大吩咐的，他觉得接手了再转卖，起码不会亏本。结果买家来了，新买家出价2亿2000万，成交了。他想快点卖掉，他不想持有这个酒吧，手续都办完了，新买家也露面了。桥田看到是女主，直接愣住了。现在想反悔得赔女主40%的违约金，这次女主真是用对方的方法还击。桥田气得直接扔钱。女主接手了 Roden， 把波子赶走了，波子又回到原点了。波子接受不了这个变化，一怒之下来到了警察局，举报女主诈骗，还有女主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虚构账户的时期。怎么说呢？波子的智商决定了，他这辈子顶多是个陪酒的，他去举报女主，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吧？牵连那么多大人物，他能有好下场吗？真聪明的人是这2位，来水火不容，现在怎么又来给女主捧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觉得这2个人是聪明人，想通了，女主不是好惹的，惹她有什么好？惹她有什么好处呢？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
和女主搞好关系才是正道，至少我是这么看的。继续斗争只会两败俱伤，这是图什么呢？仔细看看女主的脸，表情管理的太好了，演技真是太棒了，变化细腻，一瞬间就看透了那两个男人的心思，她也就顺势而为了，面带微笑，双方和解，以后大家还是朋友。安岛真是够能忍的，已经习惯了卑躬屈膝，只能慢慢来。安岛只要耐住性子，等长谷川完了，他就能出头，就能飞黄腾达。大家觉得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长谷川？我认为很可能，可能性非常大。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压抑，一旦有机会反转，想想看会做出什么事来。再来看这场戏，他在街上发现了女主，这时候的安岛已经差不多成功了。以前他只能坐副驾驶，就是个小弟的样子，现在终于能坐在后座，看起来像个大人物了。女主被警察追赶，然后剧情就结束了。这是个开放式结局，后面没有再展开。我猜女主被抓以后，肯定能安然无恙的被释放，因为肯定有大人物会帮她。她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波子可能就完了。现在没有人敢动女主，她掌握着长谷川和其他大人物的秘密，安岛肯定也会帮她，谁还敢惹她呢？他们的爱情只有那一次机会，也就那样错过了。即便没错过，真的逃到了国外，那样的生活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可能不久他们的爱情也会到头。